苏军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身亡，法西斯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欧洲战事结束。到了这个时候，全世界的法西斯国家仅剩日本，日本在以一国之力对抗全世界。在中国战场，8年抗战已接近尾声，中国军队开始了对日军的反攻，日军几乎毫无招架之力，只能龟缩在少数大城市被动防守。东北方向，苏联在结束了欧洲战事后，正将大量的部队调往远东，以便随时向日本开战。而在太平洋战场，日军节节败退，美军已逼近日本本土，并开始了对日本本土的狂轰滥炸。在现实面前，日本高层也意识到日本的战败是必然的了。但是从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到当年的8月15日，中间过去了3个多月的时间，日本才最终宣布投降。在这3个多月的时间里，日本为什么还在死扛呢？在必败的情况下，既然死扛没有任何意义，那么死扛下去又是为了什么呢？我们一般认为，美国在日本接连投下了2颗原子弹，才促成了日本的投降。但事实是这样的吗？其实战争打到1945年的时候，日本高层就已经知道，这场战争日本是必败的局面了。早在美国投放原子弹之前的1945年4月7日，天皇裕仁就任命铃木贯太郎接替了小矶国昭，成为了日本第42任首相。而铃木贯太郎此前一直以和平派为人所熟知，由他担任首相，信号就十分明显了。铃木在得到首相任命的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的任务是要结束战争，所以他的这一届内阁也被称为战败内阁。1945年的铃木其实早已远离政治，而且他已77岁高龄。裕仁安排铃木当首相，一方面是为了尽快结束战争，这是铃木组阁的目的，另一个方面也是为了自身的安全。铃木是裕仁的亲信，也只有他以首相的身份去与盟军谈判，裕仁才会放心。裕仁知道铃木一定会在谈判的时候尽量保全皇室，所以尽管铃木早已远离政治，尽管他已77岁高龄，甚至身体不好，耳朵都不太听得见了，但这些对于裕仁来说都无关紧要。按照裕仁的说法，他也只有铃木能信任了。铃木在担任首相后迅速组建了内阁，当然对于他来说，要结束战争最大的障碍是陆军，于是他就提名了天皇和陆军部都认可的阿南惟基担任陆军大臣。早些年的时候，铃木曾担任裕仁的侍卫长，阿南惟基是裕仁的侍从武官，两人私交非常好。铃木也觉得阿南好说话，只有阿南出任陆军大臣，陆军那边他才能摆平。当时的日本败局已定，那么日本还在坚持什么呢？其实当时日本内部最大的主战派就是陆军，这个时候的日本陆军已经扩充到了600多万人，打算与盟军进行本土决战，甚至不惜1亿玉碎。但稍微明白一点的人都应该知道，在这个时候日本如果还继续对抗盟军的话，恐怕就真的要1亿玉碎了，整个日本民族都会面临灭顶之灾。按照铃木自己的话来说，如果真的本土决战，恐怕明年的樱花都开不了了。虽然陆军也知道日本已经不可能获胜，但他们要争取的是有条件的投降，即保留日本的天皇制，同时不追究战犯的责任，使日本保留一定的主权。而无条件投降则是放弃一切的主权，不带任何条件的向盟军投降，这点来说是当时日本不愿意接受的。当然除了所谓的本土决战，日本还把希望寄托在了苏联的身上，希望能由苏联出面调停，使日本能够体面的退出战争。但苏联的前身俄国曾在日俄战争的时候在东北被日本人击败过，这在俄国人眼里也是耻辱。当初与日本签订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只是为了防止日本和德国两面夹击苏联，这个时候德国没了，苏联也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对日本发动进攻了。于是在当年的4月，苏联就宣布提前1年废除苏日互不侵犯条约，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苏联可以随时对日本发动进攻。在日本内部，很多明眼人都知道苏联靠不住，可很多人还是愿意相信苏联会帮日本一把。尤其是7月26日波茨坦公告出来以后，苏联并没有在公告上署名，这就坚定了很多人在苏联方面的想法。虽然铃木贯太郎主张接受波茨坦公告，但日本内部以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陆相阿南惟基为首的陆军还在坚决主战，力图争取到有条件投降的结果。当然陆军主战也是因为当时日本手上也确实有一些筹码，如果美国人真的进攻日本本土的话，要把日本打下来也确实要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比如冲绳岛战役，日军损失10万人，美军则伤亡了7万5千多人；硫磺岛战役，日军损失了2万3千多人，美军则伤亡了2万8千多人。只是争夺2个岛屿，美军就付出了惨重的伤亡。
更何况是面对一个有着100万正规军和上千万民兵的日本本土呢？在进攻日本本土以前，美军也估计至少要付出100万美国大兵的性命才能把日本给拿下。在日本本土，军国主义分子甚至不惜拉上日本所有的国民来为他们陪葬。到了1945年7月份的时候，日本已经动员了720万人参军，飞机数量也达到了7000多架，其作战的指导思想就是要实施特工作战。而日本所谓的特工作战，就是以自杀的方式消耗敌军力量，用神风特工队去炸毁美军的舰船，用士兵的血肉之躯去炸毁坦克。这就是陆军谈判的筹码，你要把我彻底打败，就要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如果跟我谈判，我可以投降，但你要保留我一定的主权。但陆军的盘算很快就破灭了。8月6日，美军在广岛向日本投放了第一颗原子弹。在投放原子弹以前，美国从1944年底就开始对日本展开了持续不断的本土轰炸，而且规模相当大。在轰炸了东京以后，名古屋、大阪、横滨、神户等城市也相继被美军炸成了一片火海。美军不再分军用和民用目标，直接展开了无差别的轰炸。一开始是日本的重要城市，到后来连日本3、4线的小县城也开始频繁光顾了起来，整个日本基本被炸成了一片焦土。即便是这样，日本还是没有投降，主战派还妄图本土决战。而美国呢，自然也不会轻易的就上日本的道。美国希望在进攻日本本土以前，能通过各种手段对日本施压，使日本尽快投降，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于是就使出了杀手锏——原子弹。美国人往广岛投放原子弹，目的就是要敦促日本赶快接受波茨坦公告，立即向盟军无条件投降，不要再负隅顽抗。不然的话，原子弹这种东西我还会继续投放。本以为投放了原子弹以后，日本人会恐慌，至少会做出一些反应，但出乎美国人的意料的是，日本方面没有任何的反应。那么在美国人投放原子弹以后，日本人做了什么呢？其实就在8月6日，美军在广岛投放原子弹以后不久，日本方面就派出了国内最顶尖的核专家仁科方雄前往广岛进行调研。仁科在来到广岛以后，很快就得出了结论，美军使用的是原子弹。首相铃木也很快就得到了具体的情况，基原子弹1颗就能摧毁一座城市。后来日本参谋部还曾向仁科询问政策，对此仁科也没有任何办法。他向日本参谋部表示，除非能击落所有飞临日本上空的敌机。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飞临日本上空的美军轰炸机，其中的任何一架都可能会携带原子弹，你日本怎么防呢？而且当时的美军已经掌握了制空权，轰炸日本本土就跟过家家一样，想炸哪里就炸哪里，想怎么炸就怎么炸，所以击落飞临日本上空的所有敌机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见日本还在死扛，于是在广岛原子弹投放了3天以后，美军又在8月9日在日本长崎投放了另一颗原子弹。这次原子弹的爆炸与广岛差不多，当天就造成了长崎约10万人的伤亡，长崎被化为一片废墟。这个时候的苏联就立马动手了。对于苏联来说，他们打算先让美国去跟日本死磕一把，等死磕的差不多了，然后再出手从日本那里捞一把。见美国人投放了原子弹，苏联就知道日本已经撑不下去了，如果还不出手，到时候就什么都捞不着了。于是就在8月9日向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进攻。苏联的进攻使日本对苏联的幻想彻底破灭。长岛原子弹投放的当天，也就是8月9日，日本内阁的矛盾立马就白热化了起来。主和的首相铃木与主战的安南等人在内阁的会议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安南在会议上表示，投降可以，但是要保留天皇，日本还要能保留军队，本土只能让盟军有限的占领等等，只有盟军满足了这些条件，日本才可以投降。其实在日本投降的过程中，安南惟基作为陆军大臣确实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作为陆军大臣，他要代表陆军说话，而当时陆军有600多万人，要平息这些人，使他们在天皇宣布投降后不做出过激的行为，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这点安南惟基也确实做到了，不过过程很复杂，在此也不多说了。双方争吵了一天也没个结果，到了当天凌晨，也就是8月10日凌晨2点30分的时候，日本天皇才最终做出了无条件投降的决定。其实原子弹的出现就意味着，无论日本人怎么跟美国死磕，无论日本人怎么不怕死，也无论日本人死了多少，最后美国还是可以以一个很小的伤亡代价获得战争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你日本人还有什么好谈的呢？当时的日本已经成了案板上的鱼肉，只能任人宰割，谈条件的结果只能是得到更坏的结果。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已经挨了2颗原子弹了，在这个时候投降好歹还能够止损，
国家不会继续遭受损失。如果死扛下去，美国人继续扔原子弹，日本继续挨原子弹，挨到最后实在受不了再投降，最后还是一样的结果，但损失就更大了。所以在那样一种无奈的情况下，日本天皇也看清了形势，才最终拍板宣布了无条件的投降。在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决定以后，以田中健二少佐、围棋二郎中佐等人为首的一群中下级军官便打算发动一次兵变，企图裹挟天皇继续战争。这次事件被称为宫城事件，也是一次下课上的行动，但这次的下课上就没能成功。其实还是我之前的结论，以前日本能下课上，是日本的中下级军官在得到了上级的默许下才实现了下课上的。这次兵变是一次真正的下课上，但因为没有得到任何大佬的认可，结果胎死腹中。1945年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向全日本广播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实行无条件投降。至此，从1939年开始经历了6年的二战，从1941年开始经历了4年的太平洋战争，从1937年开始经历了8年的全面抗战，甚至从1931年9·18事变开始到1945年结束的14年的广义的抗日战争，一场人类史上最大的浩劫也终于结束了。中国到底储备了多少弹药，够打一次世界大战吗？专家称足够用。最近不少军事爱好者担忧地发现，美军每年射击训练及演习所用子弹高达20亿发之巨，然而其国内产能有限，就不得不从中国批量采购，这一采购数量每年也超过了10亿发。而近年来，随着国际局势愈发紧张，越来越多的军迷朋友们也开始担心，中国制造出来的子弹大多都已经出口了。那么假如世界大战爆发，弹药库里的子弹真的够用吗？我国的武器储备又究竟如何呢？当年抗日战争之所以会打了整整14年，很大一方面原因就在于我国军工体系落后，由于战场上的物资补给奇缺，士兵们的生存也迎来了巨大困难。面对装备精良的敌人，我军士兵们只能分得寥寥几发子弹，而许多新兵甚至根本拿不到子弹，所以战士们不仅不敢像抗日神剧里那般大张旗鼓的扫射，更是根本没有随意开火的余地。在弹尽援绝之时，我军战士也只能通过白刃战和敌人拼命。可想而知，在这种糟糕的条件下，战斗力会受到多大影响。正是由于深刻领教了弹药储备的重要性，我国才在战后迫切地提升军工能力。从50年代开始，国家就在军工科研和生产上倾注巨资，自主研发各类武器装备，确保国防力量可以和发达国家相抗衡。而如今，我国的军工产业已取得长足进步，这也为国家的繁荣富强提供了坚实后盾。据有关数据推算，我军现有子弹储量至少已经达到了500亿发。别看这些子弹数量庞大，但其实这远远谈不上充裕。在现代战场上，面对敏捷的敌军，并不是每一发子弹都能100发100中，大多数士兵也非顶级狙击手，更难以保证每一发都必中要害。交战双方也常常互有策略运用，对方不会袖手待毙，这样就需要大量火力进行压制。因此，消灭一个敌军往往需要上百甚至上千发弹药。我军现役人数虽达数百万，但以目前库存评分，也就每人几万发左右，这一储量对保障战时需求还远远不够。如果用机枪每秒8发以上的速度去扫射，大概在1小时内，子弹就能打出上万发子弹。因此，在现代战争中，士兵们的实战消耗是难以想象的。但其实我们也并不用过于担心，如今中国军工产能已经大幅提升，完全有应对之力。按照对美出口量推算，我国每年最少可产子弹60亿发，而这还未算上在战时扩大生产的规模。一旦局势动荡，出口可随时停止，我国也会在几个月内将全部产能投入备战中，这样随时就可以为我国战士继续出大量弹药。在战争爆发后，后方的军工生产也不会停止，每天都会有源源不断的子弹供应到战场上。有的人看到这些就会问了，既然弹药是必备的战争利器，那为什么国家不先造个几千亿放着，以备不时之需呢？对此，专家解释道，武器的存储和管理不像普通物件那么简单，有着非常严格的管理制度，而且对环境要求也非常高。虽然说存储的越多，感觉越安全，但如果是储备过剩，就不仅增加了存储成本，也增加了安全隐患。而且任何东西都有保质期，像子弹一类的武器也并不例外。子弹一旦被产出，就已经开始老化，对环境要求也非常高，否则里面的弹药非常容易受潮发霉，超过保质期还会出现故障。若长期储存，里面的一部分一定会出现质量问题，届时到了战场上，士兵也将无法正常使用。所以时间一到，这些过期子弹就必须进行要合理的销毁，
因此盲目的生产不但白白浪费资源，也难以保证战时的质量。因此，军队都会定期检查更新库存，按照使用需求的配比确定合理储量。所以在子弹储量这一块，专家表示够用就行。那么除了子弹之外，我国的其他武器数量够用吗？这个问题其实并不简单，因为国家的武器储备数量向来是最高机密，外界很难探知真相。但我们还是能通过一些途径去推测大概的规模。电视纪录片《超级兵器》以及某军事院校的一篇论文就试图猜测过中国武器储备的规模。他们最后得出结论，光是轻武器，中国的储备量就足以全面武装起300万大军。而我国的军备封存除了数百亿的子弹外，还包括数百万支轻武器，如56式步枪与56式半自动步枪，以及数亿发手榴弹和炮弹，更有数以千计的重型武器，如退役战机、军舰和坦克。尽管部分武器较为老旧，但在战时仍具一定杀伤力与威慑作用。此外，我军不仅拥有大量传统军备，还充分装备了各种新型高科技武器，可随时应对未来智能化的战争。像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机等尖端装备都能助力我军获取信息化作战的制胜先机，构建现代化合成作战体系。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军队拥有强大的国防力量，绝不会让任何威胁侵害国家利益。如果真的出现全球大战，我军定会挺身而出，誓死捍卫家园。届时，那些长期封存的武器库必将向战士们敞开大门，各类先进装备也会迅速部署到战场上最需要的地方。2021年2月，数字世界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统计指出，中国目前大约拥有290枚核弹头，数量虽逊色于美俄等国，但已充分具备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这使得中国有力量与任何强敌抗衡。而我国同时也一贯奉行不先发制人的防御性核战略，这一政策也体现了中国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的诚意。面对周边强敌环伺的复杂局势，中国的国防力量必须与国家利益需求相适应。如果中国真的与西方主要国家发生正面冲突，所面临的军事与经济消耗也将极为巨大。所以说，强国先强军，强军先从武器装备做起，带兵打仗，唯有武器弹药充足，才是国家抵御外敌的根本。